2025年7月，中国经济又被中南海推出了一次内循环的救药方，和4年前疫情期间那场失败的经济赌博一样，这一次他依旧裹着数据的糖衣向14亿人灌下去。但残酷现实是，中国人没钱了，信心没了，连逃跑的门都被锁上了。7月16日，中国二把手主持召开会议，强调做强国内大循环，称这是推动经济行稳致远的战略之举。人民日报第一时间配合宣传“14·5”期间，内需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高达 86.4%， 仿佛只要喊一声内需，百姓钱包就能自动鼓起来。但真正站在现实里的你我都知道，这场内循环根本不是出路，而是一场通向死胡同的狂奔。他们用内需贡献率 86% 来证明，中国不靠出口也能自给自足，稳稳增长。可专家直接打脸，美国专家直言，这完全是虚假的说法。连美国这种消费型国家，内需占比也就 60%至 70%， 中国的内需真实贡献率最多也就 30% 至 40%。 为什么这么低？因为中国的绝大多数老百姓根本没钱消费。据国家统计局2025年上半年数据，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 1.98 万元，同比仅增长 4.7%， 还跑不赢 CPI 的涨幅。与此同时，居民人均债务超过 8.3 万元，家庭债务收入比已高达 154%， 位居全球前列。你看到的不是人民热情消费，而是被房贷车贷掏空，无力支撑内循环的消费幻影。真正的原因是中国的体制性结构失衡。举个例子，在美国，汽油价格由市场决定，政府几乎不干预。而中国的3桶油、中石油、中石化、中海油全是国家垄断企业。国际油价下降，中国油价却纹丝不动，民众只能被强制掏腰包。而这仅是国企盘剥的冰山一角。据清华大学2024年底一项研究，中国前 10% 家庭掌握全国 67% 的财富，而底层 60% 的家庭仅握有可怜的 6%。内循环要建立在全民有消费能力的基础上，但当社会的绝大多数财富被红色权贵吸走后，还拿什么消费？房地产套牢，养老金透支，股市亏损，医保被削，内循环只不过是权贵压榨的又一回合。内循环的提出还有一个背景是国际市场的封锁与脱钩。2020年，中国提出国内大循环为主体，当时的理由是疫情下全球不确定性上升。到了2024年，俄乌战争、台湾局势、稀土制裁事件接连发生，北京方面知道外部世界不再欢迎他，所以他试图退回内循环的怀抱，自我安慰说我们自己也能过得很好。但这就是最大的问题，他误判了现实，也误判了人民。美国、欧盟、日本接连宣布供应链去中国化。苹果2024年起将 85% 的 iPhone 产能转移至印度和越南。特斯拉上海工厂从全球出口重镇变为供应链备胎。日本将补贴制造业回流本国达420亿美元，明言摆脱对中国依赖。出口是中国3驾马车之一，如今却成了拖车。于是北京方面打起新3样电动汽车、光伏、锂电池的主意，还真以为靠卖新能源车就能撑起14亿人的饭碗。但事实是2025年上半年，中国新能源车出口增长率仅 6.4%， 低于2024年同期的 47%。欧洲已启动对中国电动车征收最高 38.1% 的惩罚性关税。印度、巴西、东南亚多国也紧跟其后，封堵中国新3样。这就是现实，你想靠出口找突破口，但出口本身正在慢慢关闭。
如果说中国内循环的理论是内需拉动经济，那现实里的中国百姓更像是在苦撑面子工程。有人被裁员半年了，家里还有个6岁的孩子和一套月供7500元的房贷。他早上依旧穿着西装去上班，其实在公园坐一整天，就是怕亲戚邻居说他完了。还有人在拼多多上买9块9的牛排，拍完视频发小红书，配文是生活不能没仪式感。中国人怕的不是没钱，而是怕自己被看出来没钱。在这种扭曲的社会心理下，北京方面还在多次刺激消费，又有谁敢真正掏钱？所有内循环经济想要成立的前提，只有一个：老百姓必须有足够的消费力，且敢消费、愿消费。这背后的核心是制度性保障。以德国为例，2025年其社会保障支出占 GDP 比重高达 25.2%， 全民基本医疗、免费大学教育、失业救济、养老金，让德国人即便失业几年，也依然敢消费、能消费。美国2025年第一季度，联邦政府向中低收入家庭再次发放一次性退税支票，每户高达1800美元，以提振疫情后滞涨的消费。2020年疫情后，美国3轮共发出超过9300亿美元的消费刺激金，直接把美国人打成了全球最大买家。反观中国呢？在2025年这个被宣传为经济企稳回暖的年份，全国有 2.13 亿人月收入不到1000元，还有超过3000万大学生陷入就业悬崖。而与此同时，中国财政部公布的2024年政府3公经费支出依然高达1872亿元人民币，其中出国访问费增长了 42.6%。老百姓连基本生活都要算计，却要眼睁睁看着官员出国吃香喝辣。你说这样的国家能有内循环？2025年5月，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，全国工业品出厂价格 PPI 已连续第24个月下跌，创下历史最长通缩周期。换句话说，你生产的东西卖不掉，没人买，只能越卖越便宜。这就构成了内循环经济的悖论。你想靠自己内部把东西卖掉，可内部消费不动，库存积压，企业只得减产裁员，最终消费力更差，恶性循环。与此同时，过剩产能开始向海外倾销。中国车企比亚迪2025年上半年海外出口增长 41%， 却在欧洲面临贸易制裁。中国家电在拉美疯狂打折，结果被当地政府抗议扰乱市场。东南亚多国对中国低价钢铁产品发起反倾销调查，泰国、印尼均已实施关税反击。这不是走出去，这是被排挤出去。而国内呢？全国4000多家服装加工厂里，大量工人正被迫放假，无心休息。全国制造业 PMI 采购经理指数连续5个月低于荣枯线50以下，企业信心跌至冰点。中国所谓的内循环，其实已经变成了内崩溃。中国不是内需大国，是被制度、债务和权贵绑架的国家。北京方面常吹嘘美国只有3亿人口，中国有14亿，我们只要自己人消费就够了。可这是最大骗局，因为那14亿人中，超过10亿人年收入不到3万元，有超过1亿人常年失业半就业，有超过3亿人处于银发贫困，靠养老金勉强度日。年轻人中超过40%毕业即失业，社会躺平化趋势加剧。中产阶级资产主要集中在房子上，但2025年全国房价同比下降 6.8%， 而套现难度却在上升。也就是说，这14亿人里能支撑消费的，撑死也就9000万高净值人口，还不如美国的中产基数。而且那9000万人也快被吓得不敢花钱了。2025年上半年 ，LV 在北京国贸撤店， Gucci 在重庆闭店，苹果削减在华直营店数量。
这不是调整战略，而是中高端消费能力的实际下滑。奢侈品销量下跌不是经济转型升级的证据，而是连原本的金主都快绷不住了。其实，北京方面推内循环不是不懂经济，而是他们心知肚明，国际市场真的快断了。从2024年开始，美国芯片法案、清洁供应链法案、反中技术垄断法相继落地，全面打击中国产业在全球市场的存在感。日本、欧洲、印度紧随其后。而中国高层会议里越来越频繁提到的，不是全球合作，而是科技自立自强，打造完整闭环的国内供应链，增强抵御外部冲击能力。这不是高质量发展的蓝图，而是准备闭关锁国的预演。内循环只是一个更温和、更好听的包装，真正的意思是，大家准备勒紧裤腰带过日子吧，我们走不出去，也不打算再让你们跑。内循环不是战略，是体制对现实的投降，是经济已病入膏肓后的妥协，是政治想维护稳定的遮羞布，是对全球供应链脱钩的恐惧反应，是对民众财富的再一次收割尝试。我们看到的不是振兴，而是逃避；不是转型，而是自我催眠；不是崛起，而是下沉。内循环的口号喊得越响，老百姓的钱包就越薄，债越多，信心越弱。等你明白这一切时，可能已经没有出口。